歡迎收看波霸的裝備袋。真的很多人跟我說啊，波霸可不可以把各家適合拍鳥的相機跟鏡頭都介紹一下，不要只介紹你在用的。所以沒問題，我一家一家安排。今天是佳能專場。拍攝野生動物時，請記得不逼迫、不餵食、不干擾。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，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。最近佳能啊，最多人問我的2個問題，一個是 R63 的機身，就最新的這台到底適不適合拍鳥？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100-500跟200-800這2顆鏡頭到底應該要怎麼選擇？今天一次幫你們解答。我們不講冷冰冰的數據。就這幾天呢，我帶着這組裝備去鑽了光線複雜的樹林，然後也去吹了海風拍濕地。這集我會跟大家分享 R63 到底好不好用，還有這2顆鏡頭適合什麼樣的人，然後適合拍什麼樣的場景。不過啊，我要先聲明，因為我拍攝都是以拍鳥拍動態為主，所以這僅代表我個人的使用體驗。在聊鏡頭怎麼選之前啊，我必須先聊聊這台機身。如果你問我 R63 適合拍鳥嗎？我會跟你說，如果你的預算還沒有到頂規的，像是 R1 啊、R52，那這台絕對是目前 Canon 系統裡面性能點滿我最推薦的中階神機。這幾天體驗下來，它有3個重點升級，很好的解決了我覺得拍鳥的痛點。第一個是對焦，首先我覺得它對焦算是很不錯的，在拍飛板小鳥咬得很緊，不太會脫焦。然後再來是它這次加了預拍攝的功能，只要你半按快門，它就開始幫你記錄嘛。而且這次是可以拍RAW的哦，這個超重要。預拍攝真的是一個我覺得生態題材超重要的功能。有些人會說啊，反應夠快就好了啊，不是欸，拍鳥拍動物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個瞬間，你看到那個瞬間，等你按快門就沒有了。像我自己特別喜歡拍像拉屎啊、翻白眼啊、起飛、打哈欠或是摔倒這種超級奇怪的姿勢，真的預拍攝都超級好用。第二是它終於換上了 CFB 的記憶卡槽。拍鳥最怕什麼？最怕鳥一飛，結果你快門按下去像雞卡蛋。現在可以用 CFB 卡，那個寫入速度啊，對拍生態來說真的是太重要了。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高速連拍，我自己在拍鳥拍動物挑選的標準是按住3秒，只要高速連拍能超過3秒，這個都不會有問題。因為真的很少場合會按那麼久啊。第3是這次它升級到了3250萬畫素，這個非常關鍵，因為其實像拍小鳥常常都需要裁切。我自己覺得3000萬畫素是一個門檻，3000萬以上的話就比較夠用，如果不到3000萬就會有一點稍嫌不夠。我們進入正題。第1顆鏡頭就 RF 100-500啊，我們簡稱150。這顆鏡頭適合誰？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喜歡拍林鳥的首選，因為像我們平常去山上或是進到樹林裡拍鳥，最大的挑戰就是你會一直走動找鳥嘛，而且光線變化很大，常常會被樹蔭遮蔽。這種場景的話，150它就是最好用的武器啊，因為它比較輕巧，你掛在身上半天打游擊也不會累，機動性會很好。而且林鳥的移動速度通常會比較快，就咻來咻去的。150除了比較靈活輕便之外，它是 L 鏡。L 鏡就是佳能他們家的高階鏡頭，它配備的是雙馬達對焦，在雜亂的樹林間抓鳥，用起來就會舒服很多。然後這時候一定有人會問啊，波霸500mm 拍林鳥會不會不夠長？這時候啊，我剛剛說到的 R63 的3250萬畫素就派上用場了，因為畫素夠，就算鳥在畫面裡稍微小一點，回家裁切放大，細節還是可以非常漂亮。再來，我們來看這管平民大炮，就是 RF 的200-800，我們簡稱280。這顆適合誰？我自己會覺得這顆比較適合拍水鳥
喜歡拍水鳥的人。我帶的是不一樣的腳架，試試看這一組比較輕，然後用起來怎麼樣，再跟大家分享。當你來到海邊或是很開闊的濕地，你就會發現100、500它變得有一點太短了。水鳥通常都在水面上，然後那個距離真的會很遠。這時候有800mm就只有一個字：爽。不過很多人对280它最大的疑慮就是望遠端光圈只有 F9， 那傍晚是不是就廢了？老實說 ，F9 的進光量確實會比較吃虧一點。不過為了維持快門速度 ，ISO 一定會往上飆。但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在拍鳥，我們會推薦用這種新世代的中階機身，因為它的高 ISO 表現就越來越好了嘛。然後就算開到 ISO 6400或12800，配合現在 AI 降噪軟體的話，畫面是 OK 的，沒有問題。然后這裡我也要破除一個很多人會有的迷思，有人會想說，那我是不是用100、500那顆 f7.1 的鏡頭拍，因為光圈比較大 ，ISO 比較低，我回去再裁切放大成800mm 的視角就好。其實，在光學的現實面下，當你把500mm 拍出來的照片裁切放大到800mm 的視角的時候，你不只會裁掉畫素，你也把噪點一起放大。所以實際拍久了，你就會知道。用500mm f7.1 拍完再暴力裁切，最後得到的畫面細節跟純淨度，往往比不上你直接用原生的800 f9 拍出來的質感。這也是為什麼拍生態的人常常會說一寸長一寸強，原生的焦段就是真理。因為機身的高感光越好，你就可以更放心的使用這種光圈稍微小一點的平民大炮。不過R63我這幾天用下來，它還是有一點點，我覺得在拍鳥上小不足的地方，大家要買的可能要自己評估一下。就是它的果凍是拍鳥會看得出來的，就是如果一些比較快速的時候，像鳥正視的時候，那個果凍效應是有影響的。這個大家可能要自己注意評估一下。最後我們來做個總結，這兩顆鏡頭到底要怎麼選？其實超簡單的，不要管數據了。就問你是拍什麼題材，還有你自己的體力怎麼樣。如果你愛拍林鳥，喜歡手持到處走打游擊戰，絕對是選100、500。如果你喜歡拍水鳥，然後喜歡上在腳架上，那就選200、800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樣，兩種都想拍呢？這時候就純粹看你是手持派還是腳架派。如果你出門堅持全程都手持，那我就強烈建議你選150。那280能不能手持？也可以。它的防手震其實算還不錯，不過老實說，就是它真的有一點重，就是你拿久了手一定會抖，這個很影響出片率。如果你買280長時間拍攝，我一定還是會建議可以乖乖上腳架，就留的腳架在，不怕沒鳥拍嘛。相機跟鏡頭沒有絕對的最好，這是我一直影片在說的，就是只有最適合你的拍攝習慣的組合。也希望這集深度的分享體驗有真正幫助到正在猶豫的你們。喜歡這支影片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想討論裝備，也歡迎加入我們資訊欄底下的賴群組，裡面有很多鳥友可以一起交流。我是波霸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我們開了一個賴的社群，波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的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，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哦。連結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吧。我們社群見。